当你在 Raffles Place 的写字楼里熬夜到凌晨3点，靠着2杯 COPO 强撑着核对交叉饮用时，国大法学院的学生正在用 Harvey AI 在3秒钟内生成你一整周的工作量。这不是制造焦虑，而是已经在新加坡真实发生的产业迭代。国大引入 Harvey AI 绝对不是买个高级版 ChatGPT 当教学辅助那么简单，它实质上敲响了整个新加坡精英行业大洗牌的丧钟。那些以为挤进法学院拿到职业资格就能稳捧高薪铁饭碗的人，如果看不懂这次技术底层的逻辑，3年内就会被市场彻底出清。今天我们用数据和商业逻辑硬核拆解 Harvey AI 凭什么能精准击穿传统律所的护城河。作为普通白领，又该如何在这场结构性的 AI 淘汰赛中保住筹码？在开始拆解前，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自己的核心技能距离被 AI 完全拆解还有几年？要看懂这场洗牌，必须先剥开 Harvey AI 的技术外衣。它不是通用型的大语言模型，而是 OpenAI 重金压注，专门用海量真实判例、跨国合同和机密法律文书喂出来的垂直领域超级大脑。它懂复杂的法律逻辑，甚至能理解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细微差异。那么，为什么新加坡国立大学要在此时高调入局？核心在于新加坡的底层生存逻辑：亚洲国际法务与商业中心。长期以来 ，CBD 的顶级大所和本地精品律所维持运转的底层逻辑是人海战术，依靠庞大的初级律师和实习生团队去堆砌繁琐的案头工作。但这种高成本、低效能的肉身模式，在全球生成式 AI 的算力碾压下，已经面临系统性崩盘的风险。国大这一步棋，表面是教育升级，本质是国家级的产业防御。未来的法律服务市场准入门槛将被彻底重写。未来的顶尖律师不再是死记硬背的人形法典，而是能精准向 AI 下达指令、校验输出质量的超级驾驶员。如果新加坡的法学院现在不教学生如何驾驭这股算力，5年后，这些拿着昂贵文凭的毕业生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际化 AI 律所时将毫无招架之力，新加坡的法务中心地位也会被瞬间掏空。Harvey AI 带来的最致命打击，不在于技术本身的酷炫，而在于它直接摧毁了传统律所赖以生存的商业地基——计费小时制。我们来用商业逻辑深度拆解一下传统律所的盈利模型。绝大多数律所本质上是一个杠杆极高的金字塔结构，站在顶端的高级合伙人负责获取客户和战略统筹，而庞大的底座则由大量的初级律师和助理构成。合伙人赚取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底层员工的时间差价。在法律行业，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被精确切割成每6分钟一个计费单元的商品。假设有一个大型的跨国并购案，前期的尽职调查往往需要翻阅数万页的财务报表、劳动合同和知识产权许可文件。在纯人工时代，这需要组建一个由10几名初级律师构成的团队，在封闭的会议室里连续通宵3到4周。他们每1分钟的阅读、批注和交叉引用，都在向客户计费。最终，客户会收到一张高达5万甚至10万新币的巨额账单，而买单的本质就是这几百个低效的人工时长。但现在的算力现实是什么？Harvey AI 接入系统后，能够在10分钟内同步交叉比对500页的复杂并购合同。它不仅能瞬间提取所有关键的商业条款，还能基于历史判例库，精准标注出隐藏的违约风险点和潜在的法律漏洞。当原本需要30个小时的高强度脑力劳动被无情压缩成 API 接口的3分钟调用时，传统律所的收费逻辑就彻底崩塌了。你还能理直气壮地向客户收取那30个小时的费用吗？现代企业客户同样具备极高的信息敏锐度，当他们知道你的初步产出是 AI 秒级生成的，绝不会再为低效的人工时长支付任何溢价。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冷酷的推论：律所传统的利润池正在面临断崖式的萎缩。为了在单笔案件收费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原有的合伙人分红，律所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结构性成本削减。怎么削减？直接砍掉金字塔的底座。律所不再需要招募那么多名校毕业生来做基础的文本审阅、台版和常规案例检索。保守的数据模型预测，至少 35% 的传统案头工作会在未来1到3年内被系统性抹除。这意味着那些只会执行标准化合规检查的初级岗位将永远从招聘市场上消失。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资本逐利和效率至上的必然结果。当机器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任何试图用肉身对抗算力的商业模式都会被碾得粉碎。这也是为什么
国大必须让学生在踏入这个修罗场之前，先学会构建人机协同的能力。我们要明白 ，AI 淘汰的从来不是律师这个职业，而是按低级信息处理时常收费的落后商业模式。既然算力碾压如此恐怖，律师这个职业真的会面临全面消亡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律行业交易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处理，而是信任构建与责任兜底。这也是 AI 在可预见的未来绝对无法跨越的商业护城河。首先，我们必须正视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底层架构带来的致命缺陷，也就是所谓的幻觉。AI 的本质是基于统计学的概率预测模型，它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汇，而不是在真正理解客观事实。美国司法界已经出现了极其经典的翻车案例，有职业律师直接将 ChatGPT 生成的法庭辩护词提交给法官，结果发现 AI 为了保持逻辑自洽，竟然凭空捏造了6个根本不存在的联邦法院判例，这直接导致该律师面临法庭的严厉惩戒和职业生涯的毁灭。在新加坡极其严苛的法治框架和普通法系下，没有任何一家跨国巨头或金融机构敢把涉及几亿资金的商业决策完全交给一个无法解释决策过程的黑盒算法。其次是极高的数据合规与隐私壁垒，在涉及核心商业机密的并购案、破产重组或是本地家族办公室的财富传承中，数据安全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在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强监管下，违规泄露数据的最高罚款可达企业年营业额的 10% 或100万新币。因此，企业绝对不敢随便把包含核心客户名单、财务底稿和商业机密的文件直接上传给未经私有化部署的云端大模型。基于这2个硬性约束，人类律师的生存法则将发生根本性的转移。过去，你的个人价值锚点在于你能记住多少冷门的法条，能熬多少个夜去排查合同错别字。未来，你的核心竞争力将彻底转向战略判断、复杂人际博弈以及责任承担。当 AI 在1分钟内为你起草了10份不同策略的诉状后，你需要凭借对本地法官判决偏好的深度了解，对商业对手心理底线的极限试探，来决定究竟打出哪一张牌。AI 可以生成一份滴水不漏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但它绝对无法在调解室里敏锐地捕捉到当事人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并用同理心促成最终的和解。未来的顶尖律师本质上都将转型为法律战略咨询师，他们用 AI 去处理掉 90% 的标准化繁文缛节，把剩下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商业谈判、信任网络构建和为最终结果承担实质性法律责任上。在未来的法律市场，机器负责极致的效率，而人类负责最终的决断。国大法学院引入 Harvey AI， 仅仅是这场全行业大洗牌的一个缩影。跳出法律圈，无论是金融分析、管理咨询、财务审计，还是任何高度依赖信息检索与文本处理的知识密集型行业，都在面临同样的降维打击。请记住这个非常冷酷但真实的商业法则： AI 本身或许不会马上取代你，但那个比你更懂底层逻辑、更会运用 AI 工具的同行，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拿走你的高薪 offer。在这个技术起点爆发的时代，拒绝拥抱新技术，固守传统的经验主义，就等于主动把生存权交还给市场。无论你现在身处哪条赛道，立刻开始拆解你日常工作中的重复性环节，并尝试用 AI 工具进行替代，是你目前唯一能做的抗风险对冲。你认为自己的行业还能在 AI 的冲击下维持多久的现状？你目前在职场转型中遇到了哪些技术瓶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用数据和逻辑寻找对策。如果你希望持续获取关于新加坡科技产业的硬核拆解，看清技术变革背后的财富流向，请务必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保持冷静，保持敏锐，我们下期视频见。